大家好，我是高医生。今天呢，我们讲一讲高血压的问题。当然了啊，你们能从网上或者自媒体当中了解的一些事情啊，或者说是病人治疗等等的，我这里不会再讲。我要讲的主要是一些特殊性的问题。高血压呢，我们分为两个类型。第一个叫做原发性高血压，第二个叫做继发性高血压。原发性高血压占整个高血压患者的比例达到了90%到95%，而继发性仅仅是5%到10%。在病因方面，实际上说原发性高血压的病因，我们目前尚不明确，也就是不清楚是怎么发生的。为什么说尚不明确啊？大家可能都有一个体会，比如说你在小时候或者是在18周岁之前，你血压都很正常，可是当你步入中年，你的血压就突然升高了。有人说遗传、环境、什么压力等等因素造成的，但是我觉得，或者说我个人认为，这不是主要原因。具体原因我也一样说不明白，但是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它不发病，而到了中年以后或者是成年以后才发病？这个现象是非常特殊的，这也是原发性高血压当中一个最显著的症状。那么在原发性高血压当中还有一个特殊点是什么？很多人在更年期前血压高，可是到了更年期之后又正常，甚至血压呢还略低。出现这种不稳定的状态，那么问题来了。我们说原发性高血压找不到病因，怎么办？你服用的西药，它可能呢造成一段时间的血压正常，它不会持之以恒，西药你就离不开了，你必须要服用。我们反过来说，那么造成高血压出现这种症状的原因，是由于我们心肌这个血压泵它的钠钾两种离子不平衡造成。血压高会造成许多的并发症，而且这种并发症的危害也会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不舒服，特别严重的时候会造成脑出血呀，甚至死亡。所以高血压已经成为我们人类的第一杀手。你看着平时你吃一些药，你能够控制血压或者怎么样，但是最后并发症仍然在发作，仍然在不断的出现。当然了，这和我们生活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，比如说我们的压力大，生活紧张，或者说生活压力等等许许多多的问题，还有运动少，再有吸烟喝酒等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，都有着直接的关系。所以得了高血压的人一般会有医生来告诉你们要吃低盐、低脂肪、低糖，还要呢吃有高钾元素的这个食物。这是因为呢，在我们的血液当中，钠钾离子对于我们心脏和血压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，就是它们达到了一定平衡状态，这样才使得我们的血压能够在正常之范围之内。那么下一个问题又来了，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，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小时候是不发病是吧？那就是说我们的钠钾离子是平衡的，可是为什么我们到了中年以后它就发病了，钠钾离子就不平衡了呢？这就和我们身体对钠钾吸收的这个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。为什么我们到了成年以后，我们吸收的这个钾元素就少了，或者吸收的钠元素就多了？我们和大家都吃同样的东西，为什么别人吸收的就正常？这往往被医生解释为个体差异。
但是我不是没有，我还是认为在这里面有一种不平衡的因素，那就是内分泌紊乱造成的。因为我坚信啊，我们机体对钾、钠元素的吸收也是由内分泌来决定的。至于说是哪个内分泌来决定的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专家，但是我认为这里边存在着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元素和原因，以及它发病的机理。现在所有全世界的医学对于这个高血压，特别是原发性高血压所造成的这种临床现象的原因都是不明确的。我们只能从血压计或者说体外的一些直接症状来诊断这个病情，但是谈不上治疗。因为你也知道，很多西药对于高血压采取的方法往往是利尿剂，这是它治疗的根本，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。它的根本问题就是对钠元素摄取的过多，而对于钾元素吸收的过少，这才是高血压的根本病机。为什么我来定义说它的根本病机是由内分泌失衡造成的？我们从继发性高血压，也就是第二个类型的高血压来看，它确实就是这么一个原因。因为大家都知道啊，继发性高血压它是呢由这个比如说肾脏疾病、内分泌疾病，或者是由于服用了一些特殊的药物而引起的。那么继发性高血压当然是可控的，解决了它最原始的病因，它就自然的痊愈了。可是继发性高血压当中也出现一种特殊现象，那就是更年期高血压。特别是在临床当中，我发现更年期的高血压往往来自于内分泌失调。前面我讲了很多，讲糖尿病的时候就讲到了内分泌系统。实际上我们机体当中的一个整体，这是一个呢主要维持生命的系统。很多人不理解啊，说维持生命是靠血液、靠营养这些吗？可实际上都是它的决定作用在内分泌系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机体内的腺体，它决定了你对外来的食物或者说外来的一些微量元素的吸收功能，而这种吸收功能也决定了钾元素与钠元素的吸收比例。也就是说，对这两种元素的平衡比例的重要控制。当内分泌失调以后，那么我们对钾元素、钠元素，甚至包括其他我们机体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的吸收，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。当然啊，这里面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偏偏对钾元素的吸收非常低，而为什么失去平衡的时候，钠元素反而是吸收的更高？所以呢，这也就决定了高血压症状产生的这个过程。当然了啊，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还得不到解决，因为现在的医学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。所以我这里要讲的呢和强调的主要的就是内分泌失调问题。正常人在更年期会出现高血压症状，都是由于这种内分泌失调造成的。当然有特殊现象，比如说患有肾脏疾病或者特殊的一些疾病，包括服用了一些特殊的药物啊，比如说像癌症等等的使用的化疗药物，这种情况导致的高血压实际上并不多，很少，但是也有。这毕竟是一个小众的群体。实际上来讲，我主要强调的就是高血压所产生的这种临床症状，或者说是它的这个机理。还是那句话啊，高血压中的原发性高血压，对它的病因我们都不明白，因为医学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。
好了，下一讲呢，我会讲怎么来治疗和防治高血压的问题啊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可以与我微信联系，微信的二维码和微信号会放在本节目的下方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这一讲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